好美啊！石小燕的漫画画的好像我小时候。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是我还是能带你找到很美的地方。都说今天晚上有狮子座流星雨，怎么还没出现啊？你别着急嘛，流星一般都会晚一点出现。我陪你的。哇，流星！真的吗？流星在哪？它好看吗？还好了，就是有点小。我们等一颗大的，我要许愿。流星，流星，请你保佑千初，早日治好他的眼睛，让他早点看到这个世界。我的愿望是，希望我和美少女永远在一起。千初。小念，是你吗？你不知道吧？环山公路那边有一条野钓小湖。有一次，我跟同学无意间路过那儿，晚上的时候特别的好看，湖面就好像星空一样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小念的人？知道有这么个人，订婚的时候好像见过，但不熟。哦。为什么姐明明有石小念的漫画，却又要装作跟石小念不熟呢？漫画、姐、星空有什么关系呢？石小念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？小迪说给他听了吗？他们关系并不好。我画了一本漫画手稿，里面记录了我跟你一起从小长大的点点滴滴。我本来打算要给你的。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画过2张东西？你说只要有了那个，我们就算是结婚了。没想到我这辈子能吃上你做的饭。我可轻易不露手啊！你看你这几个蛋打的，哎，还都挺完整。哎，3个够了，你还干嘛呀？还吃蛋呢？当然了，咱们这是2人份儿。多加蛋好吃啊！今天心情这么好，我多吃几个蛋怎么了？蛋炒饭的主料是饭，不是蛋。你这是鸡蛋配饭呀？这么吃太浪费了。哎，够了。你做我做。你做。可是我吃啊，我可不想进医院。我做你就别这么多废话。再说废话，晚上让你蛋壳配白开水充饥。这么暴力？不。谁啊？陆千初怎么突然打电话呀？哎，不许接。不是，万一他有什么事儿呢？他能有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有什么事儿能比我们做蛋炒饭更重要？
你就给我吧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才怕有事儿啊。不行，原则问题。那我外放，咱们俩一起听，一起听。免提哦。嗯。喂，千初。小蝶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呀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去过那个小湖边吗？啊，你确定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吗？看来真的是你。我要见你，现在。啊，喂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穆总，刚小穆总的车在 GPS 显示，他往那个地方去了。什么？千初去了环山公路？对对对。你先去看看什么情况，小心点儿，别被别人发现。好。按照导航再往前走一些就到了。你联系穆千初，你说有人跟踪我们，让他注意安全。是后面那辆车吗？龚总能不能让我跟小年单独聊聊？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拜托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知道是你。什么呀？你在漫画里画过这个地方，对吗？就刚那辆车，
边！千初，这里的油菜花好漂亮啊！你等等我。千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的手，我不会放开的。医生，千初怎么样了？还没醒过来。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醒过来啊？医生，我儿子还要在这里躺多久啊？几位先别急啊，现在人醒过来以后什么情况，还有下一步的治疗方案，目前只能等穆先生醒过来以后才能知道。千初，他以前做过脑部手术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目前还不知道，从影响上来看呢，问题不大，不过因人而异。那他的记忆会不会？小念，你等等我。千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的手，我不会放开的。千初，快跑啊！晚了就看不到落日了。流星，请你保佑千初早日治好他的眼睛，让他早点看到这个世界。不要害怕，我会一直等你的，等你睁开眼睛看到我，我们拉钩。这个是结婚证，我在上面画了我们两个的照片。这个是你的名字，这个是我的名字。已经过了1夜了，你一直在这里走来走去的，至于吗？这么半天都没出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出不出事儿，对你来说就重不重要了？现在躺在里面的是他，要不是他把我甩开，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就是我了。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想怎么办呢？以身相许吗？哼，还是说你有了继续跟他在一起纠缠的理由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不讲道理，我还有更不讲道理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他刚醒，我先去看报告。千初怎么样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昨天晚上的意外怎么回事？我们会调查清楚，该你负的责任，会有律师找你。我只是想知道千初她现在人怎么样了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的律师会主动来联系你，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。走吧，没看出来吗？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，别在这儿自作多情。小念，你在哪儿？你醒了。小念在哪儿啊？小念，千初，你是想起我了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当然记得你了。你现在很得意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用同情我。我跟千初订婚的事实，
谁都改变不了。我现在只想问清楚一声，千初到底怎么了？我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知道，也不想改变什么。小迪，不是叫你不要来公司吗？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？穆总，我想来想去，你是怕我把你抛出去是吧？你放心，你手里也有我的不少把柄。穆总，我跟了您这么久，可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。我知道。千初到底有没有看到你？当时路上很黑，我又开了大灯，照理来说，他要是看到你的话，这件事情就麻烦了。喂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来。他醒了。那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最近不要再来公司了。爸妈，我没事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这里有小念照顾我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行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可以留一个外人在你身边？小念怎么会是外人呢，姐？你见过小念吗？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弟弟为什么会出车祸呀？还有，他出车祸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？爸，公司是真的有事情，本来这件事情是千初处理的，但是突然……到底是怎么出的车祸？一定要彻底的查清楚了。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千初为什么会那样说话？你应该很清楚我在问什么。爸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就算是我之前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也不是我的问题。不是你的问题，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就百般阻挠他们两个在一起；你知道了以后，你又想尽一切办法催他们赶紧登记结婚。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是的，爸，你说的没错。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确实更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快速的稳定这段关系。但是爸，我这是为了谁？我难道不是为了牧师吗？如果这件事情被爆出来，不光是石迪会受到影响，千初也会受到影响。千初手术之后费了多大的心思，才受到公司上下的认可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而丢失人心，别人可以做到不担心，但我做不到。为了牧师，小雪啊，爸爸安排你弟弟执掌牧氏集团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？我没什么意见，毕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不管我做的再多，都是为了千初做铺垫。只要他回来，这一切都还是他的。可是爸，有得必有失。如果千初想要继续坐稳牧师负责人的位置，他就要懂得付出和牺牲。跟石迪结婚是他必须要走的路。付出、牺牲，是，没错。小雪，你对牧氏集团这么多年的付出和牺牲，那是有目共睹的，没有人不服你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
你今天坐到这个位置上，那是你一直坚持要做的。本来我和你妈妈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爸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年跟我定下10年约定的人是你，我守住了承诺。可你呢？小雪，那你是想掌管分公司的业务吗？是的，爸。我知道分公司的位置你一直是留给千初的，可是千初现在的情况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不行。为什么到现在了，您都不愿意相信我呢？掌管一家公司没那么容易。我不怕辛苦。那你会分心的。我不会分心的，爸。你会谈恋爱的，将来还会结婚生子，过你自己的小日子，那才是你的未来呀。10年之内不准谈恋爱，你能做到吗？10年之内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工作上，你能答应我吗？10年之内，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。好，我答应。小雪，你不用这么快答应。爸，我们说定了，我不会反悔的。怎么了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后面还有个会，我爸爸也回来。最近我们不要见得太频繁了。你也知道我走到现在有多么不容易。小雪，以后来这儿别穿高跟鞋了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放松就怎么来。去忙吧，别太累了。空了的时候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你。现在木氏当家的人是我。看看你弟弟，虽然说是初出茅庐啊，但是他主导的这几个投资项目，那是个个盈利都非常可观。你再看看你的，千初难得回来一趟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叫你爸吃饭。看看你还想吃什么啊？妈给你做啊。爸，千初回来了，尝尝。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都是由我造成的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让千初康复起来。既然千初希望你能留下来，那就算是我们一家人麻烦你了。至于你们俩的关系，我跟千初没有别的关系。这样最好啊。要知道，千初跟你妹妹已经订婚了，这是事实啊。无论如何，都不会改变。爸，我也不希望有什么改变。叔叔阿姨，我只希望千初快点康复起来。小迪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。你这个儿媳妇儿，不管我们是不是认错了，现在也只能认下去了。叔叔，我不需要你解释，一定要息事宁人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千初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你会介意你姐姐暂时跟千初在一起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你现在只能认了。我知道了。希望我这次不会看错。千初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后来的事情？后来什么事啊？就是你手术之后，到现在，你后来跟……那些都不重要，只要你还陪在我身边，就最好了。可是我现在……你现在怎么了，小念？虽然我现在还没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不管是什么事，我都会解决好的。你就安心的陪在我身边，以后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。我不是说这个，咱们先别说这些了。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，你需要静养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我正好回家收拾点东西，你照顾千初吧。现在我照顾未婚夫，还要听你安排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念，我需要你，现在比看不见的时候更需要你。和旧情人和好的感觉怎么样？还是说你巴不得和他一样，把所有发生过的事都忘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他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我是你男朋友，知道你已经和我住在一起了。看来你也没打算让他知道啊。放开！我给你包扎一下呀。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从这里搬出去。公公，你别闹了！我是应该直接告诉他我们俩的关系，可是医生说他现在很不稳定，大家都不敢刺激他。我和你的关系会刺激到他，是吧？那么我告诉你，石小念，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也会刺激到我。既然你这么在意他，我和他之间你选一个。公公，你别这样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和他，你选谁？我选他。只能选他，不是因为我的感情问题，而是因为他是我家人，从小到大都是家人。他现在出事了，还是因为我出的事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公，他和师弟订婚那天起，我和他的感情就已经过去了。这之后的日子都是你陪着我，保护我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和他没有机会，也并不是想要刺激他。
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现在依然喜欢，以后也会喜欢。但是这和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俩的关系和去医院照顾他，这是两码事儿。你能听明白吗？听明白什么？听明白我喜欢你啊！再说，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我都说过了，我说我喜欢你。不是这句，是上一句。上一句是哪一句啊？你说你要去医院照顾穆千初，我是说过这句。绝对不可能。东西放桌子上。我说放桌子上，你没……哼，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米生过来给我送报表呢。怎么了？想通了？嗯。想通了就好。那这件事情我就当是翻篇了，可以既往不咎。请坐。不是，那个，我想说，那个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丸子那天去吃烧烤店，特别好吃，给了2优惠券，快过期了。龚总，你愿不愿意商量尝一尝？优惠的，很好吃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我说了，不可能。你能不能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？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你让我怎么能那么狠心呢？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啊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是内心对我们俩的情感缺少安全感呀？我很有安全感。好，那你还担心什么？我喜欢你。我正是因为喜欢你，才会想方设法你，让你不要因为我去照顾他而难受。我在乎你，才会怕你不高兴。可是你呢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有想过我这段时间有多纠结和为难吗？你希望我远离他，我理解。可是你真的让我对他不管不顾、不闻不问，我的内心能平静吗？我该如何消化这件事儿？你有考虑过吗？我没有吗？小念，如果你真的过意不去，我可以请别人去照顾他，10个、20个都可以，你说了算。等等。
到底要不要去啊？要是不去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唉，怎么办呢？我还是去吧。如果你非要去的话，带上 Mr. 宫一起。让你看着。不许住在那里，晚上必须回家。知道啦。子好，嘿嘿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进屋前要先敲门，先敲门。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呢？我敲门了，你没听见？什么事儿啊？恋爱可真是伟大呀，竟然有治疗疾病的功效。走开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什么疾病？面瘫。你才面瘫。怎么样，小老板，很好了吗？早上来的时候看你脸黑的跟包公一样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别害羞嘛，我就关心一下。这种恋爱问题，我可以帮你出谋划策。你先把你自己家里那烂摊子事处理好，再来当我的狗头军师吧。我那摊子怎么了呀？完全没问题了，好吗？我已经买了一份神秘大礼来稳固我的家庭关系，保证丸子看了之后特别喜欢，不计前嫌。你好，您是孙建平。啊，对啊。您的闪送，请问密码5386。啊，是的。哦，谢谢啊。再见。哪个傻子敢在便利卫生用店送我这种东西？别让我知道他是谁！知道了，等我男抬去了，我砍死他我！累死我了！薛总回来了，在公司。但是他秘书说可能有别的安排。走，别做事情。我去开车。小宁，你来了。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？没有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吃点水果。先帮我倒杯水好吗？没水，去加点。
我一直连着 WiFi， 忘交话费了，我手机还快没电了。小老板，小老板，哎，你好。你好。麻烦问一下，这个薛总大概什么时候有时间见我们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刚给您发完短信之后，薛总就有了别的安排，说是一会儿就回，但也没说具体时间。是这样啊，这个会面是薛总约的我们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，能不能麻烦您去通知一声，就说我们在等他？好的。怎么？医生，请接电话呀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……医生，你怎么还偏激了呢？谢谢。小念，你今天，电话。喂，小念，小念，救命啊！你怎么了？你现在人在哪儿啊？我不敢动，我流了血，我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。你的孩子？什么孩子呀？我不敢动，好疼啊！你别动啊，别着急，我给你叫救护车。等我啊，等会儿。石小念，石小念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让 Mr. 公跟着你，是让你……原来这个东西会说话。小念怎么会带这么个东西啊？我们等了多久？很久了。龚总。麻烦你告诉一下薛总，如果他今天没时间见面，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。等他下次确定自己有时间了，我们再见面吧。可是薛总马上就回来了。小老板，就这么走了？那薛总那边，他如果想继续观望的话，我们等1年都没用。合作最重要的就是诚意，我们已经单方面的表达了诚意，其他的交给时间。话是这么说，咱都等那么久了，把我送回去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小老板，现在送您去哪儿啊？你要回公司吗？去医院。你身体不舒服啊？心烦。心烦？心烦，这是内分泌失调的典型体现啊。小老板，你最近睡眠怎么样？盗汗吗？长痘吗？耳鸣吗？面色蜡黄吗？面色倒还挺好，还挺红润。闭嘴，哪什么废话呀？去医院。穆千初住的医院。啊，那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情敌相见，打成一片嘛。
要我也烦。但是你找穆千初干什么呀？石小念在哪？小老板，你能不能先借我手机交个话费啊？李少，这要赌到什么时候啊？小老板，你电话打不通，能不能借我先打一个呀？丸子也一天没信儿了，我手机还欠费了，你能不能先帮我交100块钱话费啊？主人你好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你是公欧吧？穆千初，Mr. 公怎么在你这儿？当然是小念带过来的。他人呢？他有事出去了。看来这个东西还有监视的功能，是不是？你让小念随身带着它，就是为了时刻监控它，是不是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小念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小念不是你的私有品。你用各种方式拴住他，但他的选择还是自由的。更何况什么？更何况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。以前他只能依靠你，但现在他有我了。哎，小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待会儿把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小念，这怎么来了？还来呀？朱老牌都出事儿了。丸子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呀？问我，医生，救救我！我流血了。急救中心吗？现在多了一个晕血的病人。喝水吗？石小念呢？还有点事，出去。你们聊了什么？这个好像属于个人隐私吧？我印象中并没有跟你太熟，应该没有必要告诉你。我不是来找你喝水的。不过从小念口中听说的你，好像的确是一个不怎么尊重个人隐私的人。像这个机器人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你把这么一个可以监听监视的东西放在一个女孩子身边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怕吗？她不是什么东西，她叫 Mr. 公主。早晨好，女主人，记得今天要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醒了，你总算醒了。我怎么在医院？你晕血了，就直接被救护车送进来的。那丸子呢？丸子在哪？丸子他没事儿，你不用去找他。没事，为什么不让我找他呀？他不流了好多血吗？怎么会没事呢？我是估计他现在不想见你。哎呀，总之你不用去找他了。孩子没了？不是。我去见他。哎。丸子，其实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完全没做好准备。我甚至还想过，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就好了。可没想到真的发生了这种事儿。丸子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家属让一下，拔针啦。好了，拔完针就可以走了。记住少吃凉，少吃辣，多喝温热水。为什么就能走了呀？出这么大事不得住院吗？痛个经住什么院啊？痛经？没怀孕？大惊小怪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没怀孕。走吧。这是事儿。穆总，您的茶。让你倒个茶，怎么这么半天啊？不好意思，穆总，我刚来，对公司环境不熟悉，一直在找茶叶。我不是要的这个茶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给我倒杯水吧。好，马上。对了，穆总，您父亲今天给助理办公室打电话了，说您手机一直打不通，叫您立刻回电话给他。知道了。好。哎，车呢？去医院的车已经在楼下等您了。我一会儿下去。好。爸，你什么事儿这么着？你到底是怎么出的车祸？这件事情你真的不打算查下去了吗？啊？如果你不查，我来查。不是，爸，我在查。可是千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，我不可能逼他吧？而且他出事的地方一个监控录像都没有，您也不让我报警。如果您觉得我慢，我可以去报警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您不是也说了，报警对千树不好吗？他现在在公司刚刚站稳脚跟，如果让别人知道他去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跟一个奇怪的女人出了车祸，那其他股东怎么想啊？我会等你查出的结果。心里就只有这个儿子。我今天来拜访的主要目的就是，你那天晚上突然打电话给石小念，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是说出车祸那天？不如我来提醒你一下，那天你打电话给他，
地点是在一个你们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。哦，是吗？没错。不过如你所说，你恢复了和石小念在一起的记忆，那么你们的秘密基地到底是什么？在那里发生过什么？这些你总记得吧？如果龚总想问这些零散的记忆，那很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。那照你的意思就是，你只记得和石小念互相喜欢，其他的就都忘了。只要记得最重要的部分就可以了，不是吗？我劝你最好想一想，那个地方很特别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人，也曾经出现过在那里。也许你还不知道吧，一直有人在调查、监视着石小念。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，单纯的像一张白纸，所以很难想象会有人对他产生敌意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情是整个事件的出口，而你是整个事件的唯一线索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想，千万别耍什么花招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记住。小欧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穆千初的车祸和石小念有关，我不能不管。我只想找出车祸的真相，仅此而已。千初只是个病人，他回答不了你这些问题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他。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来伤害我的弟弟。哎，小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说来话长，不是孙洁平。说来话长，你别说了。你最起码尊重我一下，让我把话说完吧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碰见石小念了。在哪儿？刚刚跟我们在一起呢，应该还在里面。石小姐，你来啦。哦。千初她刚刚入睡。那我不打扰他了，我先回去。不如我们下楼聊聊吧。那天在医院。哦，没事儿。这几天照顾千初，让你费心了。我应该做的。这么多天也没空跟你好好聊聊。之前偶尔听说你的名字，但也没有机会认识。没想到居然因为这种事情碰面了。现在才发现，其实早就知道你了。我吗？千初上学的时候，经常会提到一个女孩，他们会去小湖边玩。这么看来，这个女孩就是你吧？千初小的时候还是挺乖的，唯一一次晚自习逃课被打，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儿。那个时候小，不懂事儿。
挺好的，谁没一点青春往事呢？我听说，这次出事的地方，也是小湖边附近。千初约你过去，是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本来也是刚去那儿，他刚要说，我就……约在那个地方，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的事儿。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去过那儿，其他的什么就记不太清了。唉，我这么问也是事情太突然了。千初现在什么都不记得，他在公司举足轻重，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他来接洽。如果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，为了他，为了公司，而做出这样的事情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所以我才来问问你。真不好意思，我这也没帮上什么忙。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还得跟龚总道个歉。跟他？为什么？他好像是对这些事情有些芥蒂吧。我刚来的时候，看他们两个似乎不太愉快。龚来过了。你怎么才回来？你去找千初了？我问你话呢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对，我去找他了，怎么了？那你都问了他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啊？他跟你说什么？他什么都没跟我说，走的时候他还睡觉呢。我也什么都没跟他说，只是有些问题搞不懂，问问他而已。哎，他记忆都没有恢复呢，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医生都说了，他不能受太大的刺激，你就不能等过阵子有什么问题再问他吗？你真以为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告诉你，在我看来，他什么都记得，他心里明白得很。我知道你在内疚什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请了国内最顶尖的医疗团队和看护人员，明天就到。穆千初会被照顾得好好的，根本不需要你操心，你去也帮不了什么忙。我帮不上忙，我也得去啊。你去添乱吗？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我就算帮不上什么忙，我于情于理，我是不是应该陪着他，看着他好转了，我才能安心一点啊？我不跟你说。为什么？你直接让医生把医疗状况报告给我们不就行了吗？你为什么非要去啊？冷冰冰的看护和朋友之间的陪伴，它能一样吗？宫欧，你有没有感情啊？晚上好，女主人，记得睡前也要想公欧哦。想什么想？想你个大头鬼啊！你冲他发什么脾气啊？我没在冲他发脾气，我在冲你发脾气。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，你是我女朋友，我不让你去陪别的男人有错吗？没错，特别对，你整个人都是对的。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不讲感情还不讲道理的人，我实在无话可说。你站住！我饿了，你给我做饭吃去。吃！你去找专业的团队给你做炒饭的，谁给你做？也为你搜索出16000条大炒饭的做法，请选择。小老板，你还不签字吗？先放着。这就是个日常的月工作报告。昨天不是开过会了吗？你这到底在干嘛呀？
这个机器人太不识时务了，我正在改版。他就是个机器人，你让他怎么识时务？难不成你让他自己说话？很难吗？不难，对于您来说当然不难。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不想跟石小念说话，为难一个机器人。哎，小老板，你最近真的变了，变老了。你要是再说废话，就让你略过变老这个环节，直接入土。哎，对了，施小念那个动画视频发网络平台是吧？对，推广那边的人说，这2天的晚间时段会达到关注高峰，让咱们可以留意一下。薛总，听他秘书说，又出国。正好，你晚上留下来加班吧。你看起来也是一副无家可归的样子。小老板，签字吧，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数出了家里面至少20个亲戚，要给每个人都配1台。哎呦，反响不错呀。哎，小念，要不然你跟你们家公公说说，看能不能给打个折扣什么的。你要是买100台呢，能给你个95折。这么少，看在我们的情面上。情面什么的不存在的。公公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，而且已经看在你是米生家属的份上，给你打一个内部会员折扣价了。哎，我这个内部员工当的也太不值了。